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呢，老有网友在我的视频底下，或者说是给我私信在我视频底下留言的呢，都是一些海外的或者是大陆翻墙的这些社会底层的精神病的独轮孕们我一说点这个什么事儿呢，就直接说你敢说小洛西的事儿吗？其实我有一集视频里专门说了这个小洛西到底是咋回事儿，是吧？那好多人跑到那视频底下诅咒我去我不是一直说吗？我说这些人纯粹都是他娘的18辈子的精神病。你一个这个底层的这个社会废物渣子，你诅咒一个有着13万粉丝的 UP 主，你的命比郭文贵还硬吗？郭文贵被我说了6年，给说到美国监狱里边无期徒刑了，基本上你们诅咒我，好家伙，你们是转轮子，真是不怕死你们比李洪志的命硬吗？我他妈说李洪志说了多少年了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全都是典型的精神病。又有人跟我说了，说最近2天呢，这个小洛西这个事情海外的这帮这个转轮子的独轮孕的这些精神病们又在大肆的炒作，说小洛西的母亲控诉中国公安是最大的黑社会到底小洛西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诸位，我上一个视频里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了其实这就是一个责任心不足引起的这么一个医疗事故，而小洛西的这些家属呢提出了天价的索赔，这个价格我不知道我觉得至少也得是什么半个亿几千万的这种水平，我估计他那个医院赔都赔不起，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僵持到现在。而中国的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呢，往往呢就被海外的这帮反贼们这帮精神病的转轮子的这帮人给利用这些人呢就像那个于朦胧案一样就是只要是把这个于朦胧不离这个嘴上的那些人，只要是凡事说什么事儿，就是说你敢说于朦胧吗？那全都是那些社会底层的18代的精神病的那些恶嫖傻叉小洛西和这个于朦胧的事件一样，现在只要是把这个事件挂到嘴上的，全都是我说的那种18代的精神病就是喝寡妇炕上灰都治不了的那种这种人呢，他们呢就是认为这个小洛西就是被所谓的这个无良的医生给故意给害了的。那这个事儿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网上流传的这是那帮轮子们现在网上流传的人情世故的，我的光终于要来了，因为我经历了医院，经历了卫健委，然后经历了一些相关领导，我看到了一些道貌岸然，真的听够了这些话，终于快到公安了，我觉得我的光明要来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女儿的案子最大的阻力，人生中最黑暗的打击，全是来自于公安，完全颠覆了我的3观。原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是来自于公安。3次抓我，是属于大学生身份的弟弟的时候，大庭广众之下，6个还是8个人，人高马大的，把我弟弟就是突然间把他的手机收走抢走，然后把他反手手铐，然后当着众人的面，然后就把他给带走了，就是那种首先是精神上的崩溃，就像杀人犯一样，直接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了以后，他因为那段时间因为踢球，然后脚筋已经断了，他人又胖，他在审讯过程中他已经人特别不舒服了，他跟公安一直在说，我身体不舒服，能不能手铐给我松一点，手铐脚铐，那些人理都不理他的。当他说出跟公安就是不是他们所满意的答案的时候，几个人上面就轮番就指责他，然后呢那些公安在审讯的过程中就是翘着二郎腿嚼着槟榔，不屑一顾的就一直在反正精神上言语上逼迫他嘛，然后得到就是诱供的那种方式。然后在第22个小时的时候，他说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因为你姐姐邓龙在维权，他
疯了，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他在挑动舆论，制造什么？中国跟国外的这种舆论对立，然后想颠翻政权，然后还有说我弟说你下半辈子毁了，你书也读不了了，你的下一代也毁了，你要坐牢好几年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姐，这是我弟回家跟我讲的。然后我问我弟，我说你怕吗？他说真心话，他说我当时是怕的，但是我不会退的姐，因为我姓邓。因为我的侄女叫许若曦，所以我接触的这一切也是正常的，一点都不意外。但是我不会退缩的，因为我是他的舅舅。警察就是拿着国家赋予他为人民的权利，欺负一个悲惨离世的孩子的母亲、父亲的，把我们一家人打压的狗都不如，连我们生存的机会都要剥夺，连人买个海鲜都不愿意。你们去欺负一个快70岁的老人，第一个对得起身上的警徽吗？你们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吗？你们对不起的不是这身衣服，也不是对不起我邓蓉蓉，也不是对不起许若曦，你对不起的是中国的先辈留下来的流过的鲜血。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国家，你对不起革命烈士流过的鲜血。中国的红旗是革命鲜血，革命烈士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而不是像我女儿这样子几个月孩子无辜稚嫩的鲜血。我的女儿舒若曦在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已经想好了铺好路了。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享福的。她不会像我邓蓉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牛马。他妈会挣钱，他爸也有积蓄，他爸有房子，他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违法，他哪怕结了婚离婚了，我们帮他养孩子，他哪怕他这个检查出来以后视力万一有问题，我跟他爸养他一辈子没有关系的。结果好的孩子被他们活剥了。如果任何人觉得我们家因祸得福了，我以后还有更好的发展，那么请你让你们家的孩子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再来跟我谈条件。你谈的任何条件我都听，哪怕无罪释放陈俊贤我也愿意。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没有资格来跟我谈条件。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我们就说一说我们过来，现在网友的这个语，刚才他们工作人员打到我们这个物资负责的，我在干活。谁说的？就是谁是跟您说的？您让他直接过来跟我说。他说过来的话，就说他说的话，跟我们核实看看是什么情况。这辆车网友发了出来说有一条那个横幅可能存在争议有一条横幅存在争议。网友哪个网友啊？是网友举报，是叫我们过来核实信息。网友我们也不懂。然后核实信息的他说的这个是对，所以说建议的话呢，因为建议换掉那条，他举报内容他建议换掉那条，更换这内容，那个许多是这一条，看看把那格式调整起来一样，看看能不能。首先我先问一下师傅，说什么争议？说怀疑这个里面是拉的死人的东西。不是。还说以死人的名义，没有，不是说就是说举报的那个内容不是这样的，但是说您这样好吗？您这样谁给你打电话？您现在直接给我，您打过去，我跟他说。不是电话，是我如果在现场叫我们过来。那从您谁能您总得有手机吧？谁跟你联系的，或者谁给你安排的？你看完了这个视频啊，你不了解情况呢，还真以为中国的这个医疗这个怎么这么黑暗呢？对吧？把人家的孩子给治死了还那个抓人家的母亲家里人是吧？这个公安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告诉大家，公安一点问题没有。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早已经给出了非常严厉的处罚了。在中国的医疗事故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处罚。2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来了，央视新闻都说了宁波大学附属这个妇女儿童医院
一个患儿术后不幸离世，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市政府、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委联合调查组然后呢，情况通报如下：患儿的诊疗情况，患儿徐某熙2025年11月11日入医院治疗，被诊断为混合型房间隔缺损，就是说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不治也很难活到成年冠状静脉那个窦无顶综合症，肺动脉高压，11月14日开展手术，术后出现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抢救无效。医疗事故鉴定相关情况2026年1月12号，在公证机构全程公证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监督下，按患儿家属要求进行了专家回避。宁波市医学会从专家库随机抽取了国内的权威专家9人，组成了鉴定的专案组，分别为小儿胸心脉科3人，小儿超声组1人，儿童麻醉1人，儿科危重医学1人，什么 CT 诊断1人，法医学2人。鉴定专家组对术前诊断、手术指征等等等等一切进行了鉴定分析，认为患儿存在着混合型房间隔缺损，大小分别为3毫米和7毫米同时存在着肺动脉高压，有择期手术的指征。不是说你不需要做手术，人家非给你做手术，这个东西可做可不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可做可不做。你要不做吧，也很难活到成年；你要做了呢，就有一线希望就这个意思吧。说医院方存在以下过失：术前冠状颈动脉窦无顶综合症的诊断依据不足，没有进行术前的多学科讨论，术前评估欠充分，手术时机选择恰当，手术入路选择欠谨慎，手术操作出现失误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反正手术就是有缺陷，失败了。根据什么医疗事故的处理条例，属于1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方承担主要责任，对吧？那个还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核实，什么切口缝合情况然后呢，这些海外的这帮轮子大肆炒作，还有国内的一帮轮子炒作说那个小洛西身上的器官都被换走了，都给移植到高官了。你说这些人他们的精神状况你没法用这个字典上有的词儿来形容这帮傻缺了。5个月大的女婴，她那个器官能换给他娘的哪个高官这已经封到他姥姥的坟头上，又封回来了。这帮转轮子的精神病，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器官缺失，缝合也很规范，那都是谣言人家说了，那都是谣言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已经依法立案侦查，根据相关规定已责成妇儿医院免去主刀医师，就是那个让他做手术的那个主刀医师陈某贤主任职务，免去麻醉师的主任吊销了主刀医师的那个医生执业证书就是暂停了那个 ICU 的重症医师的执业6个月给予这3个人警告罚款的行政这个处罚市卫生健康委对这起医疗事故研判不足，指导不力深刻检查整改。医院党委书记都已经被警告处分，院长被记大过并做免职，副院长做免职处理。你说这个处罚在中国的医疗事故史上不可谓不严重
这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那这个时候，这所谓的小洛西的父母在干嘛呢？他们已经成了这个海外的反贼轮子的一种挑动中国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了，提出了天价的这种索赔，当地政府那也满足不了他呀。这医院要是按他提的那玩意儿，那医院可能卖了都不够，对吧？当然我这话有点夸张啊，反正就是他们提出了夸张的要求，政府解决不了，他们就开始在中国的网络上开始转轮子，挑动社会的这个对立了。你说公安不抓他家，抓谁呀？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